本周新闻提要：北约俄罗斯的核演习时间重叠，核战可能再次拔高。法国海军推出新概念蓝鲨护卫舰。印度加紧研制洲际导弹，企图威慑美国。美军 B-21隐形轰炸机确定12月2日亮相。话不多说，翱奖马上开始。当地时间10月17日，北约坚定正午核威慑演习正式开始。根据北约官方的消息，此次核演习共涉及14个北约成员国，计划出动60架各型军机，包括第4代和第5代的战斗机以及侦察机和加油机。另外，美国还从国内的麦诺特空军基地调派了 B-52远程轰炸机参演，以确保核威慑力。对于此次核演习，北约方面一直坚称只是一次例行演习，但此次演习地点较为特别，位于欧洲西北部的英国、比利时以及北海上空进行，距离俄罗斯本土最近距离只有1000公里。那么，为什么北约选择离俄方这么近进行核演习呢？这还得从本月5日俄方核潜艇比尔哥罗德号从北极圈内的基地消失说起。根据当时美国媒体的报道，俄方的这款核潜艇离开了其位于白海的基地，可能是前往喀拉海测试超级鱼雷，也就是有末日核武器之称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加上当时俄方正威胁说，如果乌克兰战争升级，他们可能会使用核武器，因此欧美各国不得不紧张起来。而了解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朋友，或许知道这种超级鱼雷装载的核弹头当量高达1亿吨。此外，还有传闻称其内部含有大量的钴59，在爆炸时可以变成放射性钴60，目的是长时间且最大限度地释放核污染。而当量1亿吨的爆炸无疑会引发一场巨大的海啸，同时这股海啸也是极高剂量辐射的载体，在它扑向沿海城市时，将会让辐射污染散布在任何角落。简单来说，这种武器本身就是为了毁灭世界而制造的。而除了核弹头，更令人担心的是，波塞冬的深度可达1000米，因此现有的探测手段可能无法探测它。再加上它又是核动力驱动，因此发射地点也难以捉摸。同时，近段时间克里米亚大桥也被炸，俄方曾展开了猛烈的报复行动。因此，北约举行核演习的主要目的还是在针对俄方。与此同时，有欧洲的媒体爆料，俄方年度核演习格罗姆也将从10月下旬开始，届时2场核演习的时间将会重叠。总之，此次北约和俄罗斯同时举行核演习，这不得让人捏一把汗。实际上，在前段时间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后，北约各国还是颇为担忧的。他们普遍比较担心俄方是否会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北约各国是不是提前得知了俄方准备使用核力量进行报复，才立马开始核演习？当然了，这2次核演习的重合也值得注意，万一擦枪走火，那就真是大麻烦了。此外，还有一则新闻值得注意，当地时间10月18日，第27届欧洲海军展顺利开始。法国海军作为东道主和最大的参展商，除了展位展示外，还以现场和线上的直播形式，首次展出了他们最新的护卫舰概念设计——蓝鲨高新技术概念舰。从法国海军公布的信息来看，这是一种排水量5500吨的三船体复合材料作战舰艇，属于2014年欧洲海军展上展出的 X-1 的4000次世代护卫舰概念的升级版。舰体上层结构将全部采用复合材料，舰体的前半部分为单船体，全长160米，超过伯克级驱逐舰；后半部分为三船体设计，全宽达到37米。直升机甲板比较宽大，尺寸超过了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从而外观上我们也能明显看出这是一款隐形护卫舰，因此舰上的各类雷达传感器都尽可能采用平面阵列，没有膛物的外露设备。武器方面呢，舰上配有一门127毫米的舰炮，2门40毫米舰炮，32单元垂直发射装置和遮蔽处理的反舰导弹、鱼雷等武器。此外，它的动力系统也比较时髦，采用和民用汽车相同的混合动力系统。舰上配备2具可燃烧再生燃料的柴油主机，以及发电机和很大的锂电池组，采用了效率更高的涵道式射流推进螺旋桨，
压浪和减阻尾翼，达到了能量利用的最大化。它的航程航速应该相当可观。由于法国海军对它的定位是高新技术概念舰，因此舰上引入了全数字化和智能化理念。作战中心称分布式，具体成为通信和指挥中枢的处理能力，可以对无人设备指挥和运用，并设有无人舰、无人机和潜航器的收放舱室。除舰尾航空甲板外，还单独在舰桥上方开辟了专门用于细流无人机的区域。总之，从外观来看，这型护卫舰真的是不错，线条设计感一流，并且涂装细节似乎是鱼鳞状的贴片。至于其他的具体信息，只有等待法国海军来揭晓了。接下来是亚洲板块，根据印度印日的报道，印度军方决定加紧研制射程1万公里的烈火6洲际导弹，预计3年内开始首次试射。据了解，印度的烈火5导弹射程已经达到了5500公里，而非官方的说法更达到了8000公里的射程，足以从印度内地完整辐射亚洲以及欧洲部分地区。那么，他们研制射程1万公里的洲际导弹是在针对谁呢？进入本世纪以来，印度在固体弹道导弹领域采取了自研和技术引进，双管齐下的发展模式水平提高了不少。例如，烈火5导弹就是烈火3的衍生型号，也正是由于整个型号的成功，让印度认为他们已经可以够得着洲际导弹俱乐部的门槛。在过去，这个俱乐部只有5大国能够迈入，但从烈火5的射程，我们就能发现它还是不太够的，所以才有了烈火6，能确保印度的打击范围覆盖东西半球。当然啦，5核国自然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印度经常受到邻国导弹发射的刺激，但这一次他们发展烈火6终极目标很大概率是美国，主要原因之一还是美国在历史上对印度并不友好。当然，这也很好理解，毕竟长期以来印度都是俄罗斯的伙伴，而且发展核武器、核潜艇、反应堆等等的装备，更多的也是俄方的技术支持。再加上目前美国忙于应对俄罗斯，对印度更多的是拉拢而不是遏制，因此烈火6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如果你以为印度的目标仅仅是烈火6，那格局就小了。根据印度大胆的想法，他们必然还有更长远的打算。目前，印度依照俄罗斯奥斯卡1核潜艇，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歼敌者级战略核潜艇。据说其 83MW 反应堆技术也是由俄方提供的。而有了战略核潜艇，与其配套的自然就是潜射导弹了。但印度的潜射弹道导弹型号并不多，例如 K-15导弹射程在700公里左右，这实在是有点不够看。虽然后面研发的 K4导弹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但印度还希望像5大国那样获得真正的战略核潜艇，并且装备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系统。因此，如果烈火6研发成功的话，那么印度很大概率会发展对应的潜射型号。所以这一次他们是真的雄心勃勃，而不是在搞欢乐气氛了。最后我们来看美洲板块，近期备受关注的美空军下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 B-21突袭者又传来了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21日，诺格集团通过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视频，并正式宣布这款战机将在12月2日首次亮相。值得注意的是，诺格在视频中称 B-21将具备指挥无人僚机进行网络中心战的能力，这一点无疑会改变现阶段战场的游戏规则。目前各国对于6代机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但有一点各国还是比较认同的，那就是6代机应当具备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以及指挥中程僚机的能力。此前他曾在研制过程中就不止一次传出会有一种伴随的远程无人战斗机保护这种危险且昂贵的战争机器深入敌方领空作战，所以此次诺格集团的官宣就验证了这一说法。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此次 B-21终于确定了亮相日期，这意味着自1988年11月 B-2首次亮相，时隔34年，美军再次迎来全新轰炸机的诞生。那么除去指挥无人僚机进行网络中心战的能力，它与 B-2相比强在哪里呢？首先可以确定，它的制造成本对比 B-2会大幅降低，因为在设计之初，国会就针对它的研发制造成本进行了控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B-21大量使用
已经应用在 B2以及 F-35身上的一系列成熟技术，但控制成本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节省经费。相比于昂贵造价的 B2，造价更低的 B21可以在出现战损后实现大规模生产快速补充，并且美军可以大量采购广泛部署，从而获得更强的战略打击能力。其次，它的隐身能力会更强。虽然 B2的隐身性能毋庸置疑，但由于它自1997年就开始进入美军服役，因此它的隐身设计和材料应用依然是上个世纪的技术结晶。但现如今的美国隐身技术不断进步，更先进的设计以及材料的应用会使 B21进一步增强隐身能力。最后则是航速和空中机动性上，它将全面超越 B2。目前的 B2得益于飞翼布局，使得它的雷达面积反射极小，因此也获得了很棒的隐身性能。同样也是采用飞翼式布的原因， B2在空中的机动性以及航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是因为 B2放弃了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使其空中姿态的调节能力以及航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现如今，随着美军推力矢量引擎技术高速发展，所以 B2的这一缺点在 B21上将会得到改善。因此它将会在拥有极佳隐身性能的同时，也拥有优秀的航速以及空中机动能力。总而言之，作为战略隐身轰炸机的 B21将在未来取代 B2，承担起美军战略打击以及核威慑的重任。同时，在各国雷达技术以及防空武器高速发展的今天， B21的出现，各国防空武器系统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好了，本期的军事新闻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喜欢本频道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吧。